三晋大地风起云涌的春秋岁月中，诞生了无数如关云长一般的忠孝节烈、神勇威武的英雄。就让我们一起走进山西博物院。我是国宝守护人潘长江、蔡明、唐嫣、罗晋、谭同生，我将带您走进前世传奇。谁不来谁孙子！我告诉你，我的孙子当定了。他倒是习惯了。我们家是开矿的，我跟谁说了？这不自个儿说出来了吗？我们就改戏，文盲改戏。我说你不说话，我会死。鼻子上有一个小豆腐块的，那基本上呢就是丑角，是吧？不是丑角是丑角，你看我干嘛呀？强毒不服就服你。这汉人的东西有其精妙之处，精妙于何处啊？就好比这屏风上都是好故事，只是有些做法我不认同罢了。你我扎根发芽，彼此交融。漆艺是我们中国人最早的发明，可以追溯到8000多年前。China 是瓷器的意思，而 Japan 它的本意是漆器的意思。我们拥有那么辉煌的漆历史，可是今天我们已经把它遗忘，这是多么令人遗憾的事情。我可还是赵氏的大宗主呢。以前凭血缘便可凝聚人心，可如今只得靠盟誓。我赵氏必成大业。希望未来能有更多的年轻人继承我父亲他们老一辈的学者们的心愿，加入到对后妈梦术的研究中来。到底哪一件文物能够入主国家宝藏特展？我们共同期待。国家宝藏奖品由中国绵柔型白酒开创者梦之蓝倾情提供，请登录国家宝藏文创指定战略合作平台天猫，搜索“你好历史”官方旗舰店。让国宝火起来！国家宝藏由蓝色经典梦之蓝独家呈现。我们是一档年轻的节目，到底有多年轻？650年！感谢本期九大博物馆鼎力支持。《三国演义》有位英雄一出场，书里是这样描述的。说是身长9尺，髯长2尺，面如重枣，唇若涂脂，丹凤眼，卧藏眉，相貌堂堂，威风凛凛呐！大家知道这是谁吗？没错，就是山西人关羽。三晋大地风起云涌的春秋岁月中，诞生了无数如关云长一般的忠孝节烈、神勇威武的英雄。今天就让我们跟随张元成院长一起走进山西博物院。水经注记载，禹治蜀，虎口史。4000多年前，大禹凿石导河的起点从这儿开始。自此，中华先祖克服艰险，一路向前。我是张元成，山西博物院的看门人。中华文明的每一次社会变革之前，这里是试验田；许多新秩序、新思想的诞生，这里是起点。它们来自于陶寺遗址，
早期国家形态出现。他们见证了经过600年的发展和强盛。种类繁多的山地货币是当时经济发达的实物见证。他们是中国历史上空前规模的民族大融合的产物，而古老文明被注入新鲜血液。无数个起点，才走出了今日山地的辉煌，飞流在血脉里的微热，贯通着5000年的华夏文明。我是张元成，我在山西博物院等待你探索历史的热诚之心。张元成院长为我们推选的第1件国宝是什么？它的守护人又是谁？我们一起来揭晓。春秋战国，那是一个兵荒马乱却人才辈出的时代。我一直想要试图窥探它的一角。今天，或许借助一份宝贵的文物，我可以得偿夙愿。晋国霸业，我觉得今天这答案应该就在这里了。这是鸟尊吧？咱们山西博物院门口这个 logo 就是它。你要守护的国宝是著名的侯马文书。哦，这个就是著名的侯马盟书啊！您看，这些文字是中国最早的用毛笔书写的文字。哦，哎呦呦，还真是用毛笔写的。对，哦，侯马盟书是20世纪中国考古最重大的发现之一，是晋国最后阶段的文物见证，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和另一个新时代的开始。我想，侯马盟书的分量恐怕不仅仅是一份契约这么简单。那么，它身前还有怎样的洪流？身后又孕育了何等的文明呢？我是国宝侯马盟书守护人韩同生，国家宝藏，我来了。有请国宝守护人韩同生。大家好，我是国宝守护人韩同生，我守护的国宝是侯马盟书。1965年呢，山西省侯马市出土了上千片侯马盟书，是春秋末期晋国世卿赵鞅与卿大夫间举行盟誓的约信文书。结盟的誓言是用毛笔写在玉片或者石片上。如今，那场乱战硝烟早如风般流逝，一代枭雄已化为尘土。但曾经的血与火，忠诚与背叛，曾经那一颗颗悸动不安的心，侯马盟书正在诉说。我是韩同生，我将带您走进侯马盟书的前世传奇。侯马盟书的前世传奇，发生在春秋大国晋国。当时偌大的一个晋阳城，据险而筑，固若金汤。它的主人是谁呢？便是晋国大夫赵鞅。占据天险城池，理应是志得意满的赵鞅，却是一脸愁云惨雾。赵氏内乱爆发，破局最佳之法就是与晋国6卿之一智氏结盟。赵鞅亲自登门造访，我们的故事
便从这里开始讲起。晋阳春色好，哎，赵青怎么还没回呀？不是跟你说了吗？智伯不在，回吧。哈，还望梁子告与智伯，我以洗清叛乱的罪名，我的福气还需靠智伯扶持啊！他梁子这是何意呀？啊？智伯为何迟迟不肯与我结盟？赵青，是装不明白吧？烦请梁子据实以告。好，那我也不跟你装了。国君允许您回国都，但这也只能唬唬您的族人，岂能令智伯信服？当下乱局皆由赵青处置内乱引发，算得上是使祸者吧？老祖宗的规矩，使祸者死。不过有一人可帮赵青。哦，何人？您的左膀右臂董安于。安于，赵氏家臣董安于私自调兵之事，人尽皆知。若能交出此人，自可为赵氏证明啊！安于确实体现备俊，但只为护主，难道还要像傻子一样等着挨打吗？此话差矣。我来给赵青打个比方，可好啊？若某夜，董安于走在巷子里，迎面来了一个看似的恶人，他自以为对方是心怀不轨，于是便掏刀防身。哎，那恶人便可说是对面的人突然亮刀，我为求自保，才与之打起来的。请问，到底谁为骚乱之罪魁祸首？您辨得清吗？啊？原来梁子意在如此啊！这下的可是一盘好棋呀！好，以为我是3岁孩童吗？表面上为赵氏找替罪羊，其实不过是为了断我手臂。我诚心与智伯盟约，可若交出董安于，恕不能从命。赵青啊，孰轻孰重，你要自己掂量。孰轻孰重，杀忠义之士，杀有恩之人，便是重。这个盟，便如智伯所愿，暂且不结，告辞。不送。君上，那智士同意了吗？安于啊，你修的这晋阳城真如铜墙铁壁一般，只守着这一城一池也好，免受他人牵制啊。智士应顾全大局啊，难不成他提的条件过于苛责？智士不答应结盟，赵氏就死路一条吗？我不信，自己族人同心同德才最重要。好，结盟吉时，不能耽搁，快走，同宗们大概都到了。叔叔，怎么，只你一人？你那些堂兄弟呢？其他族人呢？都还未到吗？叔叔，不过一个董安于而已，你因为他当众回绝智士，你这是何苦啊？为了我？
君上，与你无关。智氏不过想我自断手臂，他提防着赵氏日后变强，才出此毒计。是毒计也要吞下，局势大于人呐。叔叔，您请看，如今晋国大乱，6卿公族全部都被卷了进来。现在看，韩魏与我们联盟对阵2大叛族，略占优势。可如若这智氏到了叛族这边，便势力相当，少不了一场恶战。唯有把他结为盟友，才踏实。好了好了，等众人来了再议。他们不会来了。什么？之前的那几仗，伤了赵氏宗族的元气。叔叔名为宗主，但地位早已风雨飘摇，谁不得观望观望？都反了吗？我可还是赵氏的大宗主呢。是啊，可现在怎么办呢？想要赵氏一族抬头，叔叔恐怕不得不低头。我头可低，但不可取安于之头。我们赵氏当年惨遭屠戮，险被灭族，留得一息尚存，世代不懈才有的今日啊！回去吧，叔叔。还望叔叔三思，侄儿告退。哼！君上，是臣鲁莽落下把柄，令君上被动。当初若非你明智起兵，又修着晋阳城，让我们躲避追杀，我赵阳肯定已是孤魂野鬼，无脸再见先祖了。以前凭血缘便可凝聚人心，可如今只得靠盟誓。而这结盟还需得一番仔细算计呀。按于你说，这有？太宗治。啊！如今我连自家人都靠不住，只剩下你们这些身边人了。安宇，你我福祸共治，不可相负，知道吗？要做两难之举，唯有安于一死以治天下。但安于相信，迟早实力定乾坤，君上等得到。而我便在这晋阳城之上守着，看着。
恭喜叔叔，赵氏终能与志士结盟。这栋安于还算识相，自己解决了自己。我们赵氏再没什么不清白的了。好了，诸位举杯吧。我等必效忠宗主，绝不背叛，绝不跟宗族敌寇往来。天地神明共鉴，若为师改制，甘愿诛身灭族，永不翻身。酒尚温，人已没。安于在天之灵可见到了吗？今我不再势单力孤，君用一命所抵，养必以一命所息。我赵氏必成大业。而后，赵鞅大刀阔斧谋变革，宗族崛起。公元前453年，赵鞅之子赵无恤与韩魏携手，共灭志士。李历50年，三家分晋，自此便是春秋之中战国之始。在晋国首都新田，赵氏族人举行盟誓仪式之后，杀僧以告神灵。将毛笔著书的御史篇文书埋藏于地下，天地共鉴，至死不渝。公元前497年到公元前489年，因为赵氏发生内讧，从而引发的长达8年的六亲兼并战争，赵鞅联合韩、魏、智，消灭了范氏、中韩氏，六亲变为四亲。赵鞅善于聚拢人才，勇于变革，他扩大亩制，减轻赋税，以正得民心，所以赵氏慢慢由弱变强，最终漂亮地完成了逆袭。晋阳古城是太原市的前身，它的始建者董安宇用当地韧性很高的植物建成围墙，一旦遇到城池被困的情况，这些材料都可以拆下来作为箭杆、箭足。赵鞅临终前告诉儿子赵无恤，他日赵氏有难，晋阳城可以依靠。后来，赵无恤也确实是依靠晋阳城取得了最终的胜利。说得好，说得好！哎呦，我还记得你也演过一个话剧《赵氏孤儿》，哎，对不对？对，我呀曾经塑造了《赵氏孤儿》里面的大反派屠岸贾。哎，当年呢，屠岸贾他是一心要杀死赵鞅的爷爷赵武，对，也就是赵氏孤儿啊，要不是有程婴拦着，那可能就没有赵鞅这个人了。没错，赵氏孤儿的故事算是家喻户晓了，但春秋战国局势纷乱，你能给我们大伙儿捋一捋这个关系吗？赵鞅呢，就生活在春秋五霸之一的晋国，他的儿子后来建立了战国七雄之一的赵国，对，赵武灵王那就是赵鞅的后人，灭掉了中山王错，推行胡服骑射，让赵国强大一时。嘿，你看，捋顺了吧？哎，赵氏家族的经历确实是很具有传奇的色彩。今天你会请谁来给我们继续讲讲赵国和侯马盟书的今生故事？侯马盟书生动地还原了那一段风起云涌的历史细节，这都归功于几个人，让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那是在1965年，陶振刚先生和张寿忠先生在山西的侯马发现了一批带有很多文字的玉片和石片。父亲听到这时候，第一时间请假奔赴侯马。这是一次重大的发现，并且父亲和郭老同时发表了文章，侯马文书震惊了学术界。后来整理文书的3人小组其实都是当时最早接到这批资料的人。
这一届他们就结下了半辈子的缘分。可以说，识读后马蒙书是父亲最自豪和最珍贵的经历，却也是他一辈子最大的牵挂和遗憾。因为父亲的影响，我进入了他曾经任职的考古研究所。如今，父亲不在了，他留给我的不仅是那份认真的做学问的精神，还有后马蒙书未完成的事业。我想，我们会一代一代的呼吁大家关注后马蒙书。掌声有请山西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张崇宁先生。黄三爷好，黄三爷，您好，韩老师好，韩老师好。您这算是继承了父亲的衣钵。在这件事情上呀，我作为儿子感到非常惭愧。虽然也是从事考古工作，但是我没有继承下父亲古文字研究的学术。张先生，我觉得您这太谦虚了。山西博物院10大国宝之一，中国最早的车模越人手右车是由张崇宁先生发掘和命名的。1965年，侯马蒙书刚被发现的时候，大家还不知道这是蒙书，直到郭沫若先生认出了蒙书上的“蒙”字，这才给侯马蒙书定了名。对，是的，是的。1973年，当时的国家文物局王爷邱局长急于要解决这个后马蒙书的考古资料，他知道曾经写过一篇文章，他把这篇文章转送给郭沫若先生，确定由我父亲来整理这批资料。就这样呢，1973年，侯马蒙书整理小组成立了，整理试读工作才正式开启。从左到右是陶振刚先生，他是负责编著发掘报告；右边是张守忠先生，他是负责蒙书字体的临摹。中间是家父。76年的时候，家父56岁，56，另外2位30多岁。我当时刚参加工作。我记得曾经去过一次他们的办公室，当时这个蒙书是在一个大木箱子里边放的。家父的工作一向是严谨的，他把后马蒙书的探索过程全部记在工作日记上。第一排2个字上册，然后就是心血部侯马蒙书燃西录。为什么叫这个名字呢？有传说要想看到这深不见底的水底下是怎么回事，把犀牛角点着以后，就可以看到。借用这个典故呢，代表他识读蒙书过程中看不清的文字的这个决心。这是张邯先生8月25号这一天的工作，观察与临摹重要的记录。标本上有土花，摹本字不多，似用硬水荡涤，所以是不是说第一步就是清洗呢？后马蒙书在地下埋了2000多年，出土的时候肯定要带一些泥土。对，65年第一次出土的时候有60多片，比较清楚的只有12件。哎呀，必须要先放在水里反复摇晃，要洗刷。不敢用工具清理，因为那个字是朱砂写上去的。那用水一冲不就给冲掉了吗？不冲又看不见。对，据说当时为了清洗这个蒙书，张邯先生和郑刚先生2个人的手经常都是在手中泡的白肿白肿的。哎呦，我看到还写了一行字，要用放大镜来观察，是不是当时大量的字还是看不清楚？是你别看咱们今天大屏幕上看到的这么大，蒙书实际上只有鸡蛋大的也就是鸭蛋那么大，这一篇上平均有90个字，你想想一个字那也就是黄豆粒儿，甚至还要小一些。对，是这样的，长时间看得眼花缭乱。4倍的不行就换成6倍的，6倍的还不行的话换成8倍的。反复观察才能看清楚。于是他们就引进了一个所谓的先进设备吧，200瓦的台灯。我父亲退休之后，我拿到自己的办公室用，始终伴随着我。这样的一个先进设备，还传给了儿子，传家宝嘛。是的。这么艰苦的条件，他们取得了怎样的成果呢？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这个就是侯马盟书，在我们行业那叫考古报告。这么厚厚的一大本，这个里边你看一开始这是报纸上的刊登，一辈子你看字写得非常漂亮。他们识别出来的盟书啊，有650余件，共计1655个字，一体字1274个，单字有381个。哎呀，这个啊就像是查字典一样，哎，笔画顺序，在那边查到这个字的底下有页码，找这个字在哪一页，这就是为以后的研究了提供了方便。嘿，这一个蒙字儿这么多写法呢，还是。侯马盟书里边的一字多心，就是文字发展过程当中一种不成熟的现象。尤其是那个杆字一个字就有92种写法，92个。中国文字没有统一之前，仅仅经过一个国家就有这么多写法。对，其他国家还有其他写法了。对，他们给后来的研究者留下了一本古文字研究的工具书，这是无法估量的学术贡献。我听说，虽然这个侯马盟书的考古报告是发表了，但是您父亲一直觉得很遗憾，这个是为什么呢？他尽管已经识得出381个字，跟出土的盟书数量相比，还是一个太小的部分。这也是我父亲始终念念不忘的这个事情。1976年啊，侯马盟书考古报告发表以后，张守忠先生因为工作调动呀要离开，侯马盟书的整理小组就此就解散了，从此就再也没有机会识得剩余的文字，留下了一个遗憾，是吧？对。但是他们分别在自己的领域啊，都取得了重大的成就。像张守忠先生还编著了《云门睡虎地清简》，中山王西岐文字编，还有阴曲山汉墓汉简。陶振刚先生在之后，他也主持过太原金生村大墓的发掘，北齐娄瑞墓的发掘。这批墓葬里边出来有大面积的北齐时候的壁画呀，这也是陕西博物院的镇馆之宝。虽然这几位老先生在各个领域都取得了自己不同的成就，但是他们呢还是惦念着盟书上那些没有破译完的文字。这是他们3位又一次为古文字相遇。这个时候呢，离侯马盟书考古报告发表已经过去了20年了。这次他们又尝试了什么方法呢？我在92年的时候参加过晋侯墓地的发掘，出土了很多青铜器，带的铭文也很多，同样也是锈迹斑斑。我就动用 X 光把这些古文字照得很清楚。我拿上照片让父亲看，他一看马上又想到侯马盟书去了。他能不能拿这个 X 光也把盟书看一下，也看一下了？在铜器表面上它是挖下去的这个字，可以在 X 光照片上显现出来。这个盟书它是用毛笔写上去的，一个平面恐怕是不太容易，还是没有解决这个问题。对，2015年，张邯先生病重卧床，守忠先生来探望他。我们也听说你父亲在这个临终前还记挂着这个盟书的事儿。对，他经常提起，半清醒的状态下，他还在提起新的科技手段能不能解决看不到的这个文字了。因为没有识读出来的这些文字还很多，在发现之后了，也可能推翻我的观点。推翻我的观点不要紧啊，与这个事实更进一步了，这也是一个好事情。也就是说，只要有人接棒，他就是开心的。面对一生为之奋斗的研究成果，他能说出这样的话，是一种怎样的气度啊！40多年了，当年的侯马盟书整理小组一直没有放弃。张邯先生虽然已经去世了，郑刚先生也卧病在床，83岁高龄的张守忠先生独自参加侯马盟书53周年的研讨会，还在为侯马盟书奔走。这一次呢，守忠先生和郑刚先生特意叮嘱了几句话，要我一定带到。时光过得快啊，有一句话叫时光荏苒，就是慢慢的就流逝了。当年侯马盟书的发掘啊，是很多同志辛苦在第一线工作啊，
但是最后出书的时候，有一个3人小组，张邯先生、陶成刚先生和我3个人。我们当时发现号码蒙书和整理号码蒙书很困难，这是一定要完成，这是我们的这是。那已经是40多年前了。现在张邯先生去年过去了，陶先生呢也80多了，身体也不好。我自己啊，来日无多了，也快了。希望大家多多关注侯马蒙书。侯马蒙书还是一片沃土，需要有人去继承，有志者、年轻人去开垦耕耘，广阔天地，大有作为。我没有继承父亲的学说，希望未来有更多的年轻人加入到对侯马蒙书的研究中来，继承我父亲他们老一辈的学者们的心愿。未来只有更多的人能参加古文字的研究，还是我们能用更加先进的科技手段来识读这个蒙书上模糊不清的文字，这都是民族之幸，文明之幸。年轻人加油！今天我们从一代代考古人为探索侯马蒙书所付出的巨大努力中，感受到了古文字独特的魅力。古老的汉字跨越数千年的时空，至今仍然充盈着旺盛的生命力。感谢每一位考古工作者，用自己的青春韶华，带我们遍访了中华文明的滥觞之地，为我们重塑了华夏文明的原点坐标，向他们致敬。我是韩童生，我是张春宁，我们志愿守护侯马蒙书，守护历史，守护汉末春秋。让国宝活起来！国家宝藏由蓝色经典梦之蓝独家呈现。接下来，我们看看张元成院长为我们推选的第2件国宝是什么，而他的守护人又是谁呢？来，让我们一起揭晓。哎，同志。老潘。啊，你怎么来了？我到这儿来找我们戏曲的祖师爷来了。戏曲的祖师爷在这儿啊！啊，你带我去。行，我带你去。这谁带谁呀？哎，快来看，快来看，你看，好看吧？啊。那你给我说说，这几位分别是什么行当？这你还真考不住我。我是梨园之子啊！我告诉你啊，这个叫傅静、莫离、庄姑，你戏傅墨，可以呀你。那他们5个谁是主角？那个，哎，这位老师傅，我考你个问题，你说他们5个人谁是主角？莫你是主角。哦，这个你明白了吧？那也不是你说的。这一时期呢，戏剧表演的内容啊，更具平民化，而且呢，它对后来元杂剧的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舞台是时代的镜子，总有一些镜片盛放在角落里，折射着时代的幻影。演员是戏曲的灵魂，我们应该守住这份戏曲之魂，让新时代的戏曲艺术开启新的篇章。我是国宝侯马金代董石墓戏俑的守护人蔡明。潘长江，国家宝藏，我们来了。有请国宝守护人蔡明、潘长江。
我是国宝守护人潘长江。我是国宝守护人蔡明。我们守护的国宝是侯马金带董事墓戏俑。山西表里山河，自古兵家必争之地。北宋灭亡后，金人鲁齐义继北上，散落于山西，与晋南乐舞融合，形成了一种新的艺术形式——戏曲。也是在这个时期，人们开始以戏中的各角色的人物来演绎戏外的真实人生。公众者雕以正貌，奸佞者刻以丑形。而我们要守护的国宝，便是根据当时最流行的金院本五花窜弄雕成的戏俑。他们生动地再现了当时的世俗生活和戏曲的繁荣之景。我是潘长江，我是蔡明，我们将带大家一起走进侯马金带董事墓戏俑的前世传奇。侯马金带董事墓戏俑的前世传奇发生在1155年。这一年，南宋奸臣秦桧去世了，天下百姓是不约而同浊酒相庆啊。这不，山西侯马董家特意请了个戏班子在家门口摆戏台唱大戏，不料却被同样摆戏台唱戏的老对头裴家给抢了风头，这可把老董头给气坏了，是要夺回他侯马首富的体面。怒发冲冠凭栏处。老裴头，老裴头，打人不打脸，今天让我颜面扫地，明天我让你一败涂地。你们家有缘就了不起吗？我们家是开矿的，我跟谁说了？这不自个儿说出来了吗？有本事咱们3日之后戏台上一决胜负。哎呀，董员外，哎呀，体面体面。这是你说的，咱们谁不来谁孙子。停，谁不来谁孙子。臭卖盐的，我告诉你，我的孙子当定了。他倒是习惯了。你的孙子当定了。哎呀，董夫人，您倒是拦一拦呀。拦什么呀？一个臭卖盐的，一个臭开矿的，臭味相投。你还是我夫人吗？我怎么说一句你怼我一句，我说一句你怼我一句，我真后悔当初怎么娶了你。我嫁给你等于扶贫，你心里就没个数啊？董王氏，有事儿吗？哎，我求求你了，能不能别唱了？哎，董员外，董员外，咱这戏还唱不？唱，必须唱，唱它个3天3夜。我要把我失去的体面拿回来。那您看啊，这眼下秦桧刚死，咱们就来一出啊，精忠报国，肯定能拼得过裴员外家的《莺莺传》。怎么样？对呀。可咱们这毕竟是金人管着，不好张扬啊。还想要体面，就是个怂面。我要跟老裴头正面刚，唱《莺莺传》。啥？唱《莺莺传》？那肯定输啊，人家都唱火了。那我们就改戏。改戏？文盲改戏。这戏是彻底没法看了。我说你不说话，我会死。那个董员外，改戏啊！我不会没关系，有人会。哦，13，东晋来了。停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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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停。
以后谁再敢叫我的名字，我就撕烂他的嘴，都得叫我董状元。你做着我的针了。哎呀，13呐，哥哥又被别人欺负了。你不是天天被嫂子欺负吗？还没习惯呢。我说的是隔壁老裴头，我摆戏台，他也摆戏台，他抢了哥哥的风头啊！我想好了，他唱《莺莺传》，咱们也唱，但是咱们要唱改良版的，把失去的体面再拿回来。拿回来，给我拿笔墨纸砚来。哦，这，哥，你说改哪儿？对呀，改哪儿啊？改啊！这崔莺莺不是差点被乱军抓走吗？为了增加亮点，就让她被抓走，但是不能是乱军。有了，干脆让她被大雕抓走，然后张生射雕把莺莺给救了。这人能被雕给抓走？能啊，肯定能啊。宋徽宗都能被金人抓走，莺莺肯定能被大雕抓走啊！不对呀，这不还是精忠报国吗？啊，岳飞抗金啊，张生射雕，再整一出靖康耻犹未雪。董员外，这不还是曲线救国吗？靖康耻13，冷静一点。靖康耻13，哎呀，我说13呐，你这疯疯癫癫的样儿还真随你哥。我告诉你，我已经忍了你很久了，一天到晚阴阳怪气的啊，非要把我们哥俩逼疯了不成吗？
剧本，角色分5样，咱就照这个来吧。好啊！其实我们戏班也是有角色分工的，我是庄姑，我是傅墨，我是傅静，我是尹戏。就是一直没找到一个合适的莫尼呀。是啊，您看我行吗？十三哥，您跟我读了这么多年的书，我也考不了状元，上不了战场，真是生不如死。那我还不如给大宋多写几部体面的戏，也让我在戏里求个圆嘛。啊，太好了！好呀，好呀。夫君呐，你这么爱看戏，以后啊，我陪着你，哪怕是100年之后，咱们也一块儿听戏。多谢夫人。十三，还真别说，非常体面啊！咱戏外当不了状元，可以在戏里当个状元呢。戏里当个状元啊！我知道了，咱宋人最重视名节，张生不能始乱终弃，他必须忠君爱国，忧国忧民。有了，张生进京，一举局地，夺得状元。崔老夫人欺瞒英英，欲将其嫁与他人。英雄归来，再次救美，至此张生英英，团团圆圆，和和美美。 800多年后，董明夫妇墓中的五花窜弄破土而出，我们仿佛可以看到，在那个动荡的年代，山西人民以戏曲行教化，维护真善之道，也诉说着他们的喜怒哀乐。山西是中国戏曲最重要的发源地之一，中国戏曲艺术故乡的美誉毫不夸张。全国300多个剧种，山西就有54个，园区4大家有3个是山西人。我这儿打个广告语：看戏剧文物到山西博物院。金朝统治北方之后，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汉族文化，山西出土了大量以孝道为主题的金代戏曲砖雕，比如董永卖身葬父、王祥卧冰求鱼等等。《莺莺传》是唐代元稹传奇小说，谐剧张生始乱终弃，抛弃了崔莺莺。金代一位姓董的书生，也就是剧中董十三的原型人物，改写了这部剧。后来，元代王世甫就是参考他写成了杂剧《西厢记》。北宋灭亡之际，出现了5个相对固定的角色，在民间如火如荼地盛行起来。元代的戏评家夏廷之、陶仲仪将这5种角色称为五花串弄。关于5种角色行当的形象、功能和特点，学界的探索目前仍在继续。嗨，哎呦，你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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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来太高兴了，你好，太高兴了，是我老朋友。嗯，你说咱这又不是春晚，你们俩干嘛还组团来呀？再说了，潘长江，自个儿做回主不行吗？很难。反正甭管到哪儿，他总挤兑我。你们2个到了山西去，看到了这个文物，什么感受？我们俩一到山西博物院就给镇住了。山西人嘛，咋那么爱看戏呢？这组啊戏俑是在董氏夫妇的墓里发现的，戏台子吧就放在墓主人的上面。活着就爱听戏，死了呢把戏台子带到地下继续听戏，可以说是生死同乐了。山西啊，真不愧是戏曲之乡。我们还见到了复原的2连台、3连台的戏台模型，全中国4/5的古代戏台都在山西。太厉害了！我有一次拍电影是在山西的偏关县一个老城里头，突然赶上一个不知道是一个什么节日，这一条街上突然就来了4台戏。这一台接着要唱什么戏了？一看人到那边去了，这边就换戏，那个景象我真是难忘。当地的这个老百姓就说呀，说你不听高台戏，不懂礼义。为什么呢？因为民间戏曲中大多唱的都是忠孝节义、礼义廉耻。对。
我就现在就特别想知道你们两个怎么来给我们继续往下讲。我们今天啊请来的这位，那戏唱的特别棒，他是自己主动请缨，要求守护这件国宝来的。这个厉害了啊！自己找上门来，他会讲述怎样一段今生故事呢？花海震动，八泽。他们说我是当今昆声第一人，是京剧界的流量担当，但在我看来，我就是一个京剧演员，话题度和知名度同样也是责任。偶马金代董事木细勇，他将中国戏曲的历史向前推进了几百年。然而在今天，戏曲似乎不像过去那么有吸引力。但在我心里，这也是一个全新的时代。我们可以用全新的方式诠释最古老的艺术。但唱念做打不会变，手眼身法不会变，美更不会变。掌声有请上海京剧院京剧演员王佩瑜。国立老师好。佩瑜好，佩瑜好。二位老师好。佩瑜好。你好。你好。佩瑜唱老生的。今天用一个本行的那种感觉，来跟大家打一招呼。好，本人姓王，名佩瑜，不知只为老师驾到，有失原因，当面示罪。哎呀，听说你是主动请缨来做这个今生故事讲述人的。哎呀，这在我们的舞台上可是头一遭啊！是的，确实我是主动要求来的。这几年呢，大家都在思考如何复兴中国的戏曲艺术。其实见到这件国宝，我就觉得能从他的身上找到最好的答案。这组金代戏俑可以说是今天戏曲的老祖宗了。有了这组戏俑，才让我们的戏曲史往前推进了500多年。500多年，天哪！那这组戏俑都是我们戏曲中的哪几个老祖宗？这组戏俑有5个角色，就是当时的老百姓最喜闻乐见的戏曲人物。这个叫做莫尼，他是整个一出戏当中的主角、主唱。这2个是傅静和傅墨，他们俩就是负责搞笑。旁边这个呢，头发像花冠一样，穿着大红袄，腰里系着一个黄金帕子，手里拿着团扇的角色叫尹戏。由于当时表演的情节大多数都是市井纠纷，所以呢还需要一位官员来进行调解。这一位呢就是庄姑，这就是今天戏曲生旦净丑的早期源头。虽然名字不一样了，对，但是也能大概从装扮上猜到是什么样的角色。是，这个戏曲啊，我发现有一个好处，你很快就能够分辨出不同的角色。是的啊，你比方说，如果是一个男性的角色是俊扮，没有勾花脸，是吧？带着髯口，髯口就是胡子，带着胡子啊。这个呢，基本上就是生。是的，《空城计》里边的诸葛亮就是经典的生角儿。一看呢，有脸谱的就是花脸，是的，也就是净。对，比如说包拯，他的那个脸谱代表着公正和铁面无私。对，你再看看那个鼻子上有一个小豆腐块的，那基本上呢就是丑角儿，对，是吧？不是丑角，这丑角，你看我干嘛呀？我特别想这个时候看你。这个脸谱啊，跟戏曲最早诞生在市井之中有很大的关系。在宋金时期，是在户外的剧场里唱戏，那个时候叫瓦舍勾栏。所以为了方便观众能够迅速地了解人物和故事，脸谱化就是一个特别好的办法。除了用脸谱化，我们还有唱念做打手眼身法部一套完整的表演程式，这些都是我们中国戏曲独一无二的。没错，连哭笑、咳嗽都有程式化。拿我这个老生来做比喻，开怀大笑，嘟巴拉清唱采采，哈哈唱唱领唱，哈哈唱采大唱，
啊啊！这丹田气，有点意思吧？哎，还有各种各样的笑，比如冷笑、阴笑、狂笑、疯笑、癫笑，有没有闷笑？有，闷笑这不出声儿，一看张国立老师今天跟我撞衫儿了，闷笑。哦，哎，要不说戏曲是国粹呢？你看我们看戏时候，常常舞台上就是一桌二椅，对不对？靠着演员的表演，然后就呈现出千变万化的故事。对，除了一桌二椅，加上一些简单的我们叫切末小道具，什么真的马呀、真的车呀、真山真水都不许上台，所以要通过演员的表演加上观众的想象，它就变成一台戏。对，看戏其实就是在看生活。那戏俑诞生的时代，大家都看些什么故事呢？你其实这个我知道，那时候观众嘛就爱看喜剧。滑稽戏，你能逗观众哄堂大笑，那就是好戏。什么男欢女爱呀、七姑八婆呀、神仙老道啊、家常伦理呀，什么都唱。所以丑角戏份是最多的。对对对，后来从元代开始，慢慢形成了以生角儿和旦角儿为主的角色体系。就是说以前啊，都是长得像他这样的唱主角，后来呢，进化成像我这样气质的唱主角了。嘿，可以这么说。生不逢时呀！我告诉你，无论谁唱主角，那个配角，那个绿叶不要小瞧他。没有几个好棒角的，你这戏是演不成的。哎呀，你说他们两个啊，梨园行到现在说供祖师爷的时候，还是供着丑角。丑角，那也就是那个时候流传下来的吧？在后台开戏。丑角不动笔，其他演员不许动笔。哦，这个装服装的大衣箱，丑角能做，其他行当一律不能做。哦，丑角他是祖师爷，在戏曲里，戏曲行当里地位非常高。是因为这样的角色带来的是更多的是快乐，是吧？对。所以我们向潘长江老师和蔡明老师表示感谢啊！哦，不，没有你，我们供他行吗？哎，以后啊，再供他完供我，懂吗？好嘞。戏曲发展到今天哈，很多关键的革新呐，都是因为观众变了，可以这么说吗？这是一个比较重要的原因啊。比如说四大徽班进京以后，京剧就走进了皇家的宫廷内院，观众就变成了皇家贵族了。对，这就使得京剧在唱念做打各方面的磨练变得非常的圆熟和精致。啊。到了近代来看，我们的京剧的三大贤，余叔岩先生、梅兰芳先生、杨小楼先生，他们又将京剧的艺术创新推向了更新的一个高度。是的，在100-200年的京剧发展的历史当中，出现过很多里程碑式的人物。像梅先生他的《霸王别姬》当中的舞剑，《贵妃醉酒》当中的扇子的舞蹈，包括谭鑫培先生把很多别的行当为主角的戏改成了老生第一主角。包括后来马连良先生、周信芳大师、陈砚秋先生等等，这些都对京剧的发展，甭管是美学、服装、乐器配置、剧本，都有了很大的推动。所以这一组戏俑呢，代表的是戏曲的萌芽，而京剧就是今天戏曲发展以后最好的样子。哦，在京剧乃至戏曲的整个发展过程中，离不开一代一代梨园人的努力。戏曲发展到今天，却到了一个瓶颈期，是吧？也不是说戏曲行业现在后继无人，不是没人喜欢，但是呢，它不像过去京剧、昆曲这样的剧种一统天下。我们这一代戏曲人要做的是，让还不知道自己喜欢京剧的人有机会走到剧场，感知京剧艺术的美好。佩瑜做了不少努力，向近10万人普及了京剧常识，撰写了全国第1套青少年京剧通识教材，还专门录制了很多导赏视频。什么叫导赏视频呢？先告诉观众这戏应该怎么看，它的故事是怎么来的，版本变迁，表演亮点，然后年轻的观众呢就带着我们的导赏的知识点走到剧场看戏，他就看懂了。用比较接地气的话说，就是引导他们观赏戏曲。对，现在有很多的大家常用的网络用语，我们就用京剧胡广音中州韵，强
都不服就服你。哈哈，竟然还有这样的操作，哈哈哈，真好听。通过导赏，大家不光会慢慢懂得欣赏戏曲，还会发现戏曲在生活当中的妙处。戏曲既然这么有趣，所以以后我们应该多去听戏，好不好？好。其实当年像《西厢记》这样的流行文学啊，能成为戏曲的唱段，我们现在为什么不能把金庸的小说、把《还珠格格》的故事改编成戏曲呢？其实现在全国的各大戏曲的院团，每一年都有非常多的创新作品。不仅是京剧，其他的一些曲种也纷纷大胆地尝试新编戏和现代戏。已经有越来越多的戏曲工作者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在为戏曲的传承、创新和发展共同努力着。对，说得好，古韵新词，余音绕梁。戏曲曾经是中国人最重要的精神家园。今天，从侯马、金代、董事木、戏咏身上，我们找到了戏曲超越前代、风靡当代、流传百代的秘诀，那就是不断地根据时代的需求衍生出新的作品，才能迸发出旺盛的生命力。我是潘长江，我是蔡明，我是王佩瑜，我们志愿守护侯马、金代、董事木戏咏，守护历史，守护国韵华音。让国宝活起来！国家宝藏由蓝色经典梦之蓝独家呈现。接下来，张元成院长为我们推选的第3件国宝是什么？它的守护人又是谁？我们一起来揭晓。2年前，一部我和罗晋参演的《锦绣未央》，让我们一起认识了南北朝时代。跨越时空，我们分别回到了当时南北方的2座都城平城和建康，共同守护一件国宝，掀开国宝背后关于2座城的故事。这些都是山西出土的北魏平城时期的文物，能看到当时人们的生活状态。哇！这是北魏木板漆画，这个颜色怎么可以保存得这么鲜呀？这是一组人物故事彩绘器评分，衣纹呢线条飘逸，与东晋顾恺之的绘画呢十分的相似。但是这个画上感觉好像穿的不是当时北方人的着装，更像是南方贵族的着装。这和东晋而来的贵族有关了。您的先生在南京，也就是东晋时期的都城建康，正在寻找这位东晋贵族和这件国宝背后的故事。这位东晋贵族就是琅琊王，从南方建康辗转到了北方平城，也带去了南方艺术文化。走在这里，让我仿佛看到了精致与粗犷的完美结合。北国的豪放，南国的优雅故事，都融入这木板漆画里了。从南方到北方，2种不同文化风格的交汇，一个时代的开放与包容，就这样呈现在我们眼前。我是国宝木板漆画的守护人罗晋。唐嫣，国家宝藏，我们来了。有请国宝守护人唐嫣、罗晋。大家好，我是国宝守护人唐嫣。大家好，我是国宝守护人罗晋。我们守护的国宝是木板漆画。这组木板漆画长约80厘米，宽约20厘米，上下2侧均有榫卯。
组接起来便是琅琊王司马金龙的一扇彩绘漆屏风。古人讲，屏风立于此，必身正行直，棱角分明。在没有高椅冠于席地而坐的南北朝，它是重要的家具之一。屏风画上描绘着个性昭然的帝王、忠臣、孝子、烈女等人物形象，线条勾勒，流畅自如，色色渲染，艳丽多彩。画上题字皆是墨书，矫若惊龙，独树一帜。这组木板漆画就如同站在美的十字路口，上承汉代遗风，下开隋唐先河。我是唐嫣，我是罗晋，我们将带您走进木板漆画的前世传奇。木板漆画的前世传奇，发生在南朝北朝是对头的北魏时期。我们的主人公之一司马金龙，其父曾是南方的东晋皇族，当年蒙难北奔投魏，建功立业，司马家族再次风声再起啊！年轻的司马金龙与鲜卑名将之女辛文姬臣结为连理，并喜得二子。这个混血小家庭的日子过得可是相当热闹，不信呢？你们看，试一试哦。不适宜。老者脾胃本就虚弱，不宜再添负担。那你屏风上画的素食善宾的故事可对？用素食招待客人，肉全给了老母亲吃，对老人家的身体可好？原来在这儿等着我呢。我只是说，情况不同，便处置不同。我们鲜卑人生来便是吃着大肉，哪怕生病也无碍。既然夫人提及屏风，这可是我在行的，不如我来跟夫人讲讲。哎，又来啦！至于吗？夫人有所不知，这上面画的可都是我们应该遵行的德行，好东西啊！我们都应该遵从。夫君呐，这位是谁？你跟我讲讲。李冲妻呀，他嫌弃李冲兄弟6人都挤在一个小破屋里，便要分家。李冲答应下来，等乡里内外都来了，便当众禀报母亲，谴斥了这个无良妇人。欠揍！没错，这等嫌贫爱富的女人就……我说的是欠揍的男人。啊？什么事当面骂就完了，或者写个休书来个干脆。这个角度，我倒从未想过。凭什么说一套做一套？他是孝子仁兄，可也不是什么善人。夫君不是常说，作为君子，对天对地，为子为臣须有礼有德。那对自己的枕边人呢，哪能以恶治恶？哪是你常说的那个儒家之道？夫君自己也这么认为？若女人能够如同娥皇女英那般贤良淑德，既能成全丈夫顺的名声，又能够巧妙化解与母与父兄之间的家庭危机，不好吗？简直就是可歌可泣啊！若能如同周氏三母那样，成为一个好妻子、好母亲，养出文王、武王那样的人物，不好吗？早就天下太平，小家和睦了。夫人冰雪聪明，一点就透。透你个头啊！你要求女子善良、美丽、聪明、忠贞、宽容，能排忧，能解难，你们要求怎么这么高啊？君子动口不动手。我才不是君子呢！那你这么打着疼啊？疼什么疼啊？你就是欠揍！我若是周氏三母，你可有文王、武王的气魄？夫人可别搞什么双标！哎呦，你们鲜卑女人啊，真的是……我们怎么了？你母亲大名鼎鼎的河内公主，可也是鲜卑女人呢。是，我竟不知夫人如此聪明。多年的勤学苦读，你以为呢？当年父亲请来老师，特意教导我，这汉人的东西有其精妙之处。精妙于何处啊？就好比这如临深渊，如履薄冰，
不用多说，一个慎字便呼之欲出。这是汉人之处事，而最妙的是，你们的屏风永远不会只是一个屏风而已，能说的、不能说的，都在这上面呢。妙，看来也是入得夫人眼的。当然了，这屏风上都是好故事，只是有些做法我不认同罢了。你们的文化确有高明之处，不然朝廷也不会开始重用汉人，你又怎么可能成为太子的侍讲呢？不愧是陇西王之女，什么都了然。我虽是鲜卑人，但我的家乡要从这里往西千里。你是汉人，你的家乡从这里往南数百里，而如今你我皆在这北方的大地上扎根发芽，彼此交融。总有一天，它会枝叶繁茂，开出不一样的花。悠悠风来，播撒四方，便是一个不一样的天地吧。1965年，琅琊康王司马金龙与妻子亲闻姬臣的合葬墓被偶然打开，屏风的那一抹朱红艳，是古之微笑日常，而上面的话今尾音犹在，令世人有幸再睹千年事。考古专家从司马金龙墓中呢清理出来较为完整的木板漆画呢，一共有5块。屏风的正反两面均有绘画和题记，尽管是在长只有20厘米的画面上，也都描绘得非常的华丽。在隋唐盛世之前呢，中国历史曾历经了大分裂时代，大分裂呢也是大融合。司马金龙一家几代人的经历，便是这一历史大潮的缩影。司马家族本是东晋皇族，司马处之当年为避免灭族呢，从南逃到北，投靠了北魏王朝。他积极与鲜卑上层贵族呢政治联姻，所以他们家族后代中兼具汉、鲜、匈3族的基因。七屏风出现在北魏平城，代表了南北文化艺术的相互交流与认同，它象征着北朝以来的汉化与胡风的融合，催生了盛唐时代的辉煌，这才是这件宝物的珍贵所在。欢迎唐嫣、罗晋。罗雷老师好。罗晋你好。罗毅老师好。你们好。山西的3件文物，2件呢都是由夫妻档做守护人的，只是蔡明跟潘长江那一对是假的。作为长辈呢，先祝福2位幸福美满。谢谢。谢谢。以前见过你们要守护的这块木板漆画没有？没有。第一次在山西博物院见到的时候，我都难以置信，这是1500多年以前的宝物，所以我觉得这很荣幸能够成为它的守护人。而且国英老师，它上面画的内容也都是能够给后人以思考。比如说这组漆画最后的一幅，就是汉朝的班婕妤不愿意与汉成帝同辇出行的故事。他想通过这种方式来劝解汉成帝，不可因美色而荒芜天下。说得好，唐嫣，你在前世故事里一言不合就动手啊，跟我们印象中的古代女性的形象有很大的反差。为什么会要做这样的设计呢？因为司马金龙夫妇生活的北魏呢，是北方的鲜卑族建立的国家，所以他们保留了草原上游牧部族的旧习俗，男女关系相对而言会更加平等。而且北朝女性尚武最有名的就是花木兰。你们的今生故事该如何继续啊？我们都被木板漆画的美震撼到了，但是呢，却说不出来它具体哪里美。所以呢，今天我们要请上的这位嘉宾，他是一位美术学院的教师，我相信他一定能给我们一个满意的答案。我1998年考入清华美院，中国漆画之父乔时光先生是我的老师。第一次在课本上看见木板漆画，老师告诉我们，这是最靠近画祖顾恺之的作品。
漆艺技法之精妙，令人神往。到今天，木板漆画都是我们必讲的内容。从我2003年登上讲台，不知道讲了多少遍，对这幅画的内容可以说是非常熟悉。一件漆器，一天一夜一道漆，这是时间以耐心造就的美，也让这件木板漆画历久弥新，始终散发着永不衰变的魅力。这是乔老师传达给我的，我也希望能通过复制它，把大漆的美传给我的学生们。掌声有请中南民族大学讲师张志刚先生。国立老师好，张老师好，张飞老师好。我们今天把张老师请来呢，不仅仅是因为他把木板漆画给学生们讲了那么多遍，更重要的是张老师还把它复制了出来。哦，为什么要选择复制这幅漆画？我是99年第一次在教材上看到这幅漆画作品的。当时乔老师就给我们讲，这组木板漆画是尤为珍贵的，而且绝对是美术史上非常重量级的画作。谁能破解呢？这幅漆画的制作秘密，你就掌握了古代漆画的制作的精髓。所以我就想呢，通过复制的所感所悟呢，更好的教给我的学生。哦，我想我跟大家是一样好奇的啊。这幅中国漆艺史上的巅峰之作，复原后到底会是什么样子呢？张老师，您带到现场来了吗？带来了。真的？好，来，有请。你先别高兴得太早了。哦，复制的不是太理想。那您给我们讲讲，怎么它就不是特别理想呢？主要有3个方面的难点。第一个难点就是描线。通过复制，我才深深理解我们乔老师说的那句：什么叫做离顾恺之最近的漆画，要接近顾恺之是多么的难。他的代表作像《洛神赋图》了，《女史箴图》了，其实都是后世的摹本。但是这组木板漆画距离顾恺之生活的年代是非常非常近的，可以说就是同时代的作品。那么顾恺之的标志性特色呢，叫春蚕吐丝描了，就是人物衣服上的线条呢，非常的细腻、均匀、灵动。木板漆画上人物的动态非常的像。最有特点的就是人物鱼尾裙摆，还有它飘逸的裙带，都是典型的春蚕吐丝描的技法。我现在想问的是，用漆来作画，还要达到春蚕吐丝描的神韵，这个难度在哪儿？我们现在还经常用如胶似漆来形容我们人和人之间关系非常亲密。对，那不就是说他们俩的吗？对。最早的时候，我们的古人是用大漆来当胶水来用，来粘接木头的。所以说你想想，用这么粘稠的漆液来画画，它一定比墨、比油彩要困难的很多呀。其实大漆是有脾气的，大漆还有脾气，脾气还不小呢。真正有经验的漆艺匠人呢，他是非常顺着这漆的脾气，就能够达到你想要的制作的效果。这也是我们老祖宗的一个智慧。那第2个难点又是什么呢？那第2个难点的话，就是调颜色了。我们现在看到的木板漆画上的颜色呢，非常的鲜艳亮丽。我们现在也只能是猜测了。它可能是用大漆呢蘸着矿物质的颜色来调的。对，那时候都是矿物质颜料。对，还会加油。加什么油？目前从这个资料记载的话，可能是核桃油。对，也有可能是叫忍油。每个漆艺匠人呢，他在调色的时候能积累一套他自己独特的调色经验。究竟这幅漆画的制作者用的什么方法，其实我们已经不得而知了。我们只能反复的去琢磨，反复的去实验，来尽量的接近它的效果。最终我是用漆来调色的，颜色大家可以看和原作还是有比较大的差距的。那这个经验也恰恰说明了一个再浅显不过的道理，说传统的技艺丢掉容易，再捡回来可就难了。那张老师，这第3个难点是什么呢？第3个难点的话，其实就是我们底胎的制作，其实到现在也没有破解它具体的工艺流程是什么样子的。那么我们通过分析，然后查找文献，估计的第一步骤的话，先是在木板上涂3道漆，接下来在表布再刮灰，
画完2次之后，要打磨4次，刷3次漆，最终再涂这个红色的朱漆。这好几步了，这就已经14步。10几道工序这算是少的，多的话有可能是几10道工序，都是考验的技艺和耐心。对，可是我看张老师拿来这个东西，没有这个14道吧？我觉得很薄啊。这个涂漆最忌讳的就是厚。就拿这个我们国宝的木板漆画来说吧，它这个朱漆的厚度还不到0.1个毫米呢，也就是说比我们头发丝还要细。哇！足以看出古代中国漆工艺已经到了相当高超的一个水准。我们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掌握和使用这门技艺的呢？张老师，漆艺是我们中国人最早的发明，可以追溯到8000多年前。8000多年前呢？啊，那个时候我们的先人就已经掌握了割漆的技术了。我们说的这个“漆”字，实际上在古代是没有3点水的，只有右边的部分，上面是个木字。漆树嘛，中间是2撇，就是在漆树上割2刀，下面是那个水，就是漆液流出来了，非常形象的把割树取漆的过程展现出来了。我们的先民在劳作的过程当中呢，拿贝壳把这个漆收集起来，刚刚割下来的时候是乳白色的啊，慢慢的氧化，干涸之后它会变成黑色。我们老说漆黑一片啊，什么墨色如漆啊，就是从这儿来的，是吧？您说的太对了。我们的语言文化当中也处处都有大漆的印记。如果没有漆器，我们熟知的中华文明史不知道要损失多少精彩的篇章呢？比如说高山流水觅知音，俞伯牙奏响的那一首千古绝唱，对，用的古琴，它就是大漆的。王羲之《兰亭集序》，木冲修细，曲水流觞。流觞其实就是漆器，古代的漆耳杯。还有我们经常说的，就怕了丢到乌纱帽。这个乌纱帽，就是用纱涂了漆之后，有一定的硬度，透气非常好。非常名贵的砚台叫漆砂砚，非常的轻便，用笔还不伤笔。我们最顶级的墨，也是一定要加入漆的。那就用这种墨写出来的字，非常的油光发亮。最重要的，它是长时间可以保存的。哦，太有智慧了！几千年来啊，我们中国匠人就是凭着这一双巧手，在漆器上闪展腾挪，打造出了独具我们中国气派的漆器。尤其是到了汉唐的时候，这种喜爱程度更是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这确实是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啊！就像提起史前时期，我们总是想到了彩陶一样，夏商周的青铜器，汉唐的漆器。明清的瓷器，咱们的中华文明史也是一部生活用具迭代发展的历史。那为什么汉唐时期的人对漆器就这么情有独钟呢？因为大漆浑身都是宝啊！大漆是纯天然的，它不仅对身体无害，反而是有益的。它其实是一种高蛋白，而且在日本、韩国，人们会拿它做汤，为产妇滋补身体。孩子，这说话得有科学根据啊！它怎么就成了一种高蛋白了呢？它是不是这样，张老师？是的，其实漆树叶也能吃，漆树的种子也能榨油，用来炒菜，非常香啊！我思思的儿子我都喂过他漆，你儿子都喂过漆啊？对，这个是非常纯的，我亲自从漆树上就是看着漆农割下来的，所以才敢吃。您不必为这个节目献身啊！没事，这个它是真能吃的吗？没问题。什么味道？这味道啊，有点像生吃花椒的那种味道，非常麻，有点涩。其实大漆不光是可以吃，甚至呢还可以入药。《本草纲目》里曾经有过记载，说古人把漆煎干之后研成粉末。跟温水吞服，可以打肚子里的蛔虫。那块木板漆画，它能够保持得这么好，是不是也是跟大漆有关？张老师，没错，古人常说“滴漆入土，千年不腐”，说的就是大漆可以防水防腐啊。我们做的这个实验的话，就是在相同的自然条件下呢，我们用一个瓷碗和漆碗分别倒入了牛奶，不断的观察它。经过4天之后，结果是非常非常明显的。漆碗里的牛奶变成了酸奶，但是瓷碗里的已经臭不可闻了。这说明了大漆的防腐保鲜的能力是非常非常强的。
其实我们老祖宗早就发现大漆防腐的秘密了，在7000多年前就开始使用朱漆的木碗。7000多年前，那还是新石器时代呢。这漆器这么多优点，曾经这么流行，为什么反而现在跟我们的生活渐渐疏离了呢？对，主要还是2个原因。第一的话就是材料确实要贵。第二的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它的工艺比较复杂其实古人就有百里千刀一斤漆的说法。对，而且这个漆也不是随时都能有的，漆树只有在生长10年之后才能取漆，1年只能割10几次。大漆可是当之无愧的奢侈品。那司马金龙这整套漆屏风做下来得耗多少人力和物力？古人曾用一杯圈用100人之力。一屏风就10000人之功来形容漆器的这个费工费时，真是金贵啊！大家都知道，杜甫有句名句叫“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这个朱门其实就是红色的漆门。刚才让张老师这么一算，那用得起这朱漆门的，是得有点家底儿才行，是吧？正是因为如此，唐代安史之乱之后呢，漆器屡屡被看成是足以奢靡亡国之物啊！在唐代宗的时候呢，还推出过限漆令，再加上逐渐有许多物美价廉的材料，像陶瓷啊、玻璃啊、塑料制品啊，尤其是这个化学漆的出现，让大漆慢慢从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消失了。大家都知道 ，China 是瓷器的意思，而 Japan 就是日本，它的本意是漆器的意思。每当想起这一点，我是真的打心底里无限的悲凉了。大漆曾经为我们的生活做出了那么多的贡献，但是现在我们却慢慢把它遗忘了。对我来说，漆器的精神和我们中国人的精神是有很多相通的地方的。我们中国人讲理，漆器它和你的体温非常非常的接近，非常的平易近人。本身看起来好像很软弱，但是你等它干之后，可以变得非常非常的坚强，能够千年不腐。我们今天讲这件国宝，它其实是站在巨人肩膀上的一件艺术品。那么它脚下的这个巨人，就是我们8000多年前的漆文化。复制木板漆画只是第一步，我们真正的目的是要让这种工艺和精神重新回归到我们中国人的现代生活中，这才是最好的传承。8000年的漆文化，让漆器回归生活，才是对它最好的保护和传承。幸好还有像张志刚这样热爱漆器、热爱传统工艺的人，我相信这一天的到来不会太遥远。下面我们为各位颁发国宝守护人印信，并宣读守护誓言。我是唐嫣，我是罗晋，我是张志刚。我们志愿守护木板漆画，守护历史，守护七彩万华。山西博物院3件顶级文物前世今生故事已经全部讲完。从今天开始，欢迎大家关注 CCTV 国家宝藏官方微博及本期3件国宝微博，参与话题互动。每件国宝的知识点都很多，想要复习知识点的同学们，可以通过央视网、腾讯、优酷、爱奇艺、哔哩哔哩、喜马拉雅再次收看收听节目。我们特展盛典，再见。